好，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发文时间的早安美国节目 Good Morning America 哈，这是油管的观众朋友、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还有 FM 96.1湾区的 KSQQ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是方伟，今天给大家带来几个方面的问题哈。首先呢，就是以哈的这个谈判，不是以哈，对的是没错，他现在到底情形怎么样哈？因为在星期天晚上是有一个截止期，所以目前到底情形怎么样呢？这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报告哈。那另外呢，就是将给大家带来就是政府停摆，其实是进入一个星期了，现在情形怎么样？有没有办法能够解决？再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城市安全之战，现在其实是变成一个法庭之战，那到底最终谁会赢？这里头的法律因素到底是哪些哈？关心美国的朋友可以从今天的节目中了解到底什么情况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最高法院其实在昨天有回来上班了哈。他其实是有3个月，不是度假，他是要休庭。那休庭期间他干什么？那回来之后他又会干什么？这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哈。好，还是一样，看方伟时间，学美国常识啊。请新的观众朋友呢，这个订阅一下这个频道。好，我们现在就直入正题。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开战满2年哈是什么情况？2023年的这个10月7号，那么哈马斯呢，就是突然袭击以色列，那么造成1200人死亡，在一天之内250人这个以色列人和包括在以色列的其他人被绑架。随即呢，以色列就宣战，那么战争持续到现在是持续了整整2年啊。加沙的哈马斯和这个平民呢，也是几万人的伤亡。那在截止到周日晚上，是川普给哈马斯的最后的一个期限。那其实哈马斯呢就已经在周五已经表态了，所以时间表就变得不是那么紧迫哈。那双方只要在谈，那川普就没有太厉害。那基本上呢，川普就说目前的一切的谈判在持续的发生之中。现在这个中间人呢是主要的中间人哈，是加沙这个南部的这个埃及。埃及一直是在中东的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中扮演中间派哈。那么在美苏冷战期间的中东冲突中，他就是扮演这个角色。所以这个在阿拉伯国家，就是埃及其实一向是很亲美的。当然了，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埃及政策这个政局全变了啊。那后来出现一些变化，但起码他还是试图在扮演这么个中间人的角色。那双方的谈判呢，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谈判是在埃及的一个度假胜地叫沙姆沙伊赫来举行。哈马斯这边派出的就是他的最高领导人叫哈亚哈，他其实领导人已经被消灭1-2轮了。那以色列这边呢是总理的外交政策顾问和情报部门的官员。那川普呢就暗示说，这个哈马斯在加沙停火的这个谈判中做出了重要的让步。现在主要是3个东西哈。我们先说这个川普是怎么说服以色列的，就说你要的是什么东西？第一就是人质获释，对吧？第二就是加沙不再成为以色列的安全的一个威胁。那以色列本来他被人家就是突袭进来，杀死了1200人，再绑走250人。那以色列要的最基本线肯定是把杀人的罪犯彻底消灭掉，对吧？杀人偿命嘛，欠债还钱。那现在呢，这个川普跟他说的是，我们美国保障第一你把人质救回来，第二呢，我们保障这个加沙这个地方不再成为以色列的一个威胁，所以你就不要追这个杀人偿命这件事情了对于以色列来说呢，他能够接受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也是一个解决方法，因为他如果真的把这个叫做杀人罪犯彻底消灭，那么他就面临一个头疼的事情，就是加沙怎么办？加沙现在住了210万人，都是阿拉伯人。以色列呢，既不想要，也不想管这个地方。如果他要管的话，那就意味着长时间的占领军管理这一点对以色列代价是非常高的，一定会出现很多的这个游击队什么这个那个的总而言之，就是一个永远也叫做熄灭不了的一个火药桶。所以呢，那川普跟他说，由我美国出面，我们来确保加沙不再成为以色列未来的一个安全威胁，这样就说服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的内阁。那现在呢，主要是3个东西第一个是人质要获释，这一点呢，当然到现在没有获释但是按川普的说法，基本上就是没有问题第二就是放弃这个哈马斯对加沙的管理权。那现在看这个样子，川普释放的意思是说呢，基本上也可以达成。那第3个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你就是不再成为一个武装力量。这一点哈马斯还没有同意基本上就是把它拔掉牙齿。所以呢，这点还在备受关注。那川普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继续拧紧螺丝第一呢，就是鼓励大家，多做得很好
啊，持续有进展啊，相信我也有结果。第二呢，如果没有的话哈，要加紧时间，如果没有的话，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将随之而来，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总而言之吧，一边说软话一边说硬话哈，就要把这个哈马斯往这个他要的方向逼过去。我做一下我的评论呢，大家看到这个川普怎么去谈这个加沙和平的问题，他其实真的应了中国一句话叫得饶人处且饶人啊。那么其实呢，在早先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战争中也是这样的哈，叫做什么来12天战争，那也是把伊朗几乎政权要打垮呀。这伊朗的前王子在美国在酝酿要去接收政权了，这个情况下，那川普突然收手的。那收手的原因就是因为把伊朗现政权打垮之后，他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啊，面临很大的未知，或者说很大的风险。那么所以呢，在最后一个瞬间，也是川普是勒住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叫做这个码头哈，这个缰绳不要跑了啊，咱们收手，让他们签和平协议。那么同样的情形在加沙再次发生，在以色列看着就要把这个哈马斯全部消灭的时候，川普叫以色列收手，因为也是一样，不知道后面会如何哈，会出现更大的麻烦呢，还是更小的麻烦，是不知道的哈。所以呢，大家看到啊，这里头就川普我给帮他总结一下，面对现实，他会考虑对方的需求，另外他会知道管控风险，然后不走极端。面对现实，考虑对方，管控风险，不走极端。我觉得这是我为川普所总结出来的一种叫外交风格。其实说白了，这也是生意场的这个叫做生意经，对不对？你当然得面对现实了，你不可以不考虑对方，对不对？做什么事情做成生意都要双赢，不可能我赢你输，永远我赢你输。第三呢，要管控风险啊，不能让为了赢导致带来一个无可预测的一个结果。第四是不走极端，对吧？所以呢，大家看得出来哈，川普其实他的外交政策是相当理性跟现实的啊，所以呢，他可以达成那么多场的和平，他是有原因的啊，并不是他运气好，或者他单纯的是铁锤砸下去啊，其实不是的，光靠强力强制的话，很多和平根本是做不到的。好，但不管怎么说吧，川普达成那么多场的和平，他有两个东西没谈下来，一个是俄乌战争他谈不下来，第二是中美经贸谈判，说白了他是没谈下来的啊。现在其实是双方是一个叫做暂时休兵的状态，就像南北韩一样。为什么摆不平这两场呢？原因我认为哈，就是因为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啊，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不守正常的规矩。正常的人就是言而有信，对不对？不管谈判多么的艰难，一旦谈成之后，那么就有个答案。但是对中共从来就不是这样的。俄罗斯背后是中共哈，乌克兰背后当然是欧盟跟这个美国，所以呢，俄乌战争背后根本就是美中的一个对峙。所以对于中共来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哈？我都不能说它是一个政权，它是什么样的东西？当初1947年的国共和平协定，中共也是撕毁掉。香港中英联合声明，全世界面前签下来的，他后来说这个历史的协议不起作用。WTO 郑重入世承诺全部违反啊，包括川普 1.0 的时候，中美签的经贸协定哈，这个全部都谈好了，那么谈了之后也是不执行。人家问他后来为什么不执行，他说因为你换了拜登啊，你换了拜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美国换一个总统跟你有什么关系？换了一个拜登你就不执行，所以对中共来说呢，谈了协议跟执行协议是完全两回事。共产党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言而无信的，他跟你承诺什么你都不能相信。更不用说当初6·4嘛，对不对？那个袁木啊，国务院这个发言人信誓旦旦说不会秋后算账，那是绝对秋后算账。当初镇压法轮功也是这样哈，在这个425这个中南海上访的时候，中共也是郑重的通过国家的这个叫做宣传机器说不会秋后算账，7月20号就秋后算账。这就是中共这么一个东西哈。在1979年啊，这个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之后，蒋经国总统呢，当时就宣示了对中的政策原则哈，其实对共的3步政策嘛，我们现在都知道哈，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但听着这3步政策，听上去像傻瓜一样哈，好像嘟起眼睛，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嘟起耳朵，这个闭上眼睛。不是的，蒋经国可不是傻瓜呀，这是先蒋总统和这个后蒋总统50年。跟中共打交道，血泪换来的宝贵经验。因为中共就是一条狡诈的毒蛇，你跟他谈怎么都输掉，因为你用诚信跟他谈，他不用诚信跟你谈，你最后谁会输啊？你永远也赢不了。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教训哈。但川普目前呢还在学习这个过程，或者说呢，他现在没有精力去搞定中共，他先把别的东西摆平，他最后再会回来哈。好，那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下一条消息，就是关于美国的这个政府关门的事情哈。关门之前呢，很快跟大家再分享一款，很多朋友反馈效果很好的一个保健产品，就是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的这个叫做口服凝胶，给大家分享过很多的案例哈，其中包括弗吉尼亚的一个李女士，今年64岁，药学专家，那么她需要做3颗牙齿的植牙手术。第一次手术之后，他还没有这个吃红海参，结果伤口愈合比较慢。那到第2次手术之前，他已经吃了20多支了。手术当天又特地再吃1支，结果这次愈合特别快哈，这个牙冠的窗口恢复特别快。啊，缝合的线头都很快脱落掉。他作为专业人士，人家是专业人士，自己都很惊讶哈，所以对红海参的修复效果确实很肯定。啊，好吧，那他现在就要再继续复购，这样例子其实很多了，我们听了很多的例子哈。所以呢，这方面对于像这个血压呀、睡眠变好呀、这个胃炎呐、关节炎呐、这个咽喉炎的慢性炎症也改善等等之类的。因为红海参它有一个叫做营养活性成分哈，从细胞层面去帮助修复，可以帮助身体来这个改善。好，所以如果您家里这个面临这种亚健康啊、慢性炎症啊等等之类的，或者手术后需要修复，就可以考虑这个韩国济州岛的哈这个天然的海底的这个红海参的修复口服凝胶。好，那么天然、安全和方便优惠码是方伟哈，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现在都在发货了哈，现在订就可以收得到啊，这里可以赶快下单，否则要等一段时间。好，美国政府现在其实停摆已经进入1周了哈，所以到底什么情况？现在是川普呢是什么态度？那昨天晚上哈，其实参议院又做了第5轮临时这个拨款投票，投票案的投票又失败了。总而言之吧，就让这个关门进入到第7天。白宫的首席经济官员叫哈塞特，就是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他就说他说如果总统认定谈判没有办法进展的话，就是国民共和党和民主党没有办法有进展的话，那我们就要很快开始裁员了，要裁这个联邦的这个叫做联邦的雇员队伍。目前的美国国税局已经是使用叫做通胀削减法案中的资金，在确保所有员工还能继续上班但是呢，彭博社说，这个机构计划从周3开始暂时解雇3.5万名的员工，接近员工总数的一半。那么根据这个国税局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政府持续下去的话，很多员工呢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就收到这个休假的通知，这是裁员的前一步那另外，甚至于对白宫1733名工作人员中544个将在关门期间被迫休假。另外1179名员工呢，作为叫做例外或者是叫做紧急例外，能够继续留任。但是呢，与此同时45名政府效率部 DOGE 的官员和49名管理和预算局在内的119人，他们不受政府停摆的影响。他们呢还是继续在做他们的工作，继续裁减联邦的这个叫做雇员队伍。所以任何对美国政府来说关门时间长，那后果就会加重这是肯定的一开始没什么事儿，关久了那就有问题。因为人手短缺昨天下午4点15分到晚上10点钟，叫做南加州的叫做 Burbank， 这是好莱坞的一个机场，它就没有空中交通管制员执勤了结果呢把这个工作就外包。所以呢，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钟，那这个 Burbank 的好莱坞机场的平均航班的延误时间是长达2个半小时。OK， 那现在这两党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共和党就说没有任何条件原来怎么样，那么就怎么样，只是需要5个星期的临时拨款，一直拨到11月21号，这样让我们有时间把这个2025年的12个拨款案全部做出来，并且全部通过。民主党要什么呢？民主党要3个东西第一呢，就是奥巴马补贴要永久化；第二是取消大而美法案的对医疗补助高达1万亿美元的一个削减；第三呢，恢复对 NPR 跟 PBS 的资助。那川普就痛批民主党人说，民主党人在我们国家经济最成功的时刻包括创纪录的股市，却让政府关门。他说这是不幸的影响到很多美国人所依赖的这个叫做服务和其他的社会功能，这根本不应该发生。但是呢，川普有伸出橄榄枝，他说我愿意跟民主党人在他们失败的医疗政策和其他任何方面合作
但是首要他们必须让政府重新开门啊。事实上呢，他们今天晚上就应该让政府恢复运作。所以呢，现在是这样的哈，基本上呢，双方谈的是什么东西？谈的基本上就是奥巴马健保，就这一点。虽然前面说了3点哈，那另外2点，共和党想都不用想，绝对不会同意的。那么现在谈的就是第一点，第一点就是疫情，第一点就是奥巴马健保哈，奥巴马健保的这个叫做健保的保费补贴，这是啥意思？奥巴马健保是要求大多数美国人都必须有医疗保险，但很多人呢，他就说他付不起保费，或者民主党认为很多人会付不起保费。那么呢，结果就通过一个补助法案，叫做给收入在联邦贫困线100%啊到400%之间的人给一个补贴，帮他们来付这个保费。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优惠哈。当然了，你说100%以下呢怎么样？那肯定是不用付了啊。现在讲的是100到400之间。结果在疫情期间哈，国会又做了一个放松，把这个补贴的范围扩大到超过400%贫困线。什么意思啊？那就变成几乎涵盖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你超过贫困线4倍、5倍、6倍的话，那就不是贫困了，对不对？所以这么个情形哈。但是呢，那个时候哈是这个疫情期间，结果呢，现在民主党希望这件事情做成永久。你既然要50天的临时拨款，我提的条件就是这个补助保费变成永久。大家知道，如果贫困线4到5倍、6倍的话，哈，对你我来说啊，对很多我们这样的人，好像都是好事哎。我们这个买奥巴马健保都不需要付保费了，啊，是不是好事儿？大家愿不愿意同意啊？但是呢，确确实实，你想想看，钱最后从哪里来，对吧？所以最终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就是纳税人的钱。如果纳税人不提税的话，那就是增加美国的国债，美国的国债再变成利息，连本带息都得去还。所以呢，虽然很好的一件事情啊，可能让你我都受益，但是呢，你会愿意支持吗？这是我问大家的问题哈。这种政策就是慷人民之慨，这个国家好像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一个钱袋子啊，随时把这个好东西给老百姓。可最终天下有免费的午餐吗？所以说这里问一下大家哈，如果说你同意这个奥巴马健保补助的一个叫做减免嘛，或者把它永久化哈，把它永久化，那这个概念就是说呢，你都有可能不用付保费了。Are you willing to do this？ 我就问问大家好不好？大家赞成这个吗？这个奥巴马健保哈 ACA 的这样一个永久这个保费补助永久化，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自己非常理性的看看这个问题哈，然后大家可以表达一下。那不是在直播的观众朋友可以，如果你同意的话呢，打一个 A； 如果不同意的话，打个 B， 我看看 A、B 的比例怎么样。好，下面看一下这个美国的城市之战，现在变成法庭之战，什么情况哈？现在呢，我们都知道哈，现在最激烈的2个地方呢，就是奥巴马，对不起啊 ，Oregon 的波特兰哈，最大的城市波特兰和伊利诺的芝加哥，现在都出现针对美国边境特工。我说边境特工的意思，我指的就是移民和边境执法局 ，Immigration and 就是 Custom Enforcement 哈，把它叫边境特工啊，针对边境特工总部的围攻。和对于在这2个城市执行抓捕非法移民罪犯任务的团队的一个骚扰，甚至于袭击哈，这个袭击的队伍基本上就是安提法的人马。我们都知道安提法已经被认定说是美国的恐怖组织了，所以现在呢，川普不得不自己调兵来保卫自己的边境特工的安全和这个弹压袭击的这个人哈。那在奥瑞冈呢，川普是调集奥瑞冈的国民警卫队。但是呢，波特兰的联邦地方法院这个人叫做 Immergat， 被这个 Immergat 挡住。川普呢就转调加州的国民警卫队，因为他已经调动过了哈，调到洛杉矶去嘛，把洛杉矶的人再调过来，然后又被这个 Immergat 挡住，这个法官挡住。那川普现在在提起上诉，对芝加哥呢是另外讨论的很多的一个事儿，或者争得很厉害的一个事儿，但川普现在还没有最后下令哈，他现在还没有下令去调这个伊利诺的这个国民警卫队。但是呢，这个跟奥瑞冈的问题是一模一样哈。好，那么如果说这个兰州哈，伊利诺州也不愿意让他调的话，那川普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从红州去调。所以川普已经说了，要从德州调这个国民警卫队。德州州长就说我们非常愿意，而且说我们德州的国民警卫队的质量啊，那是全国最高的。你一用就知道哈。
但是不管怎么说，调德州的国民警卫队去 Oregon 也好，去芝加哥也好，都遭到当地州长的强烈反对。还不光是如此，关键是碰到那个地方法官呢，叫做 Amagat 的一个阻挡。对，现在第三个地方呢是田纳西的孟菲斯田纳西的孟菲斯呢也存在说，那这是田纳西的州长就说我们需要国民警卫队的支援因为田纳西的这个孟菲斯呢也是个左派的城市，但田纳西是个右派的州 ，OK， 右派州长说我们需要国民警卫队进来帮我们搞定这个孟菲斯的治安。好，这就是现在是3个城市我给大家分析一下这背后到底什么因素这样的因为呢这个法官 Amagat 已经做了一个判决，所以呢他这个判决可以用到全国因为这是一个叫做联邦地方法官嘛，所以在全国范围内都挡住川普的这个行动。所以当然了，川普现在在做这个上诉的动作，我们就分析，我们作为老百姓或者说了解关心美国宪法的老百姓，我们来分析一下这背后的因素。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总统到底是否可以调兵这里头就涉及好几层的东西先说美国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所有法律的叫做祖宗就是宪法。美国宪法叫做第4部的第4区就是这么说美利坚合众国呢要保障本联邦内每一个州都是共和政体，就是比如说哪个州大家知道联邦政府和各州是2层的政府各做各的政府，但是有一个约束哪个州如果说我开始要搞独裁，我不搞共和政体，那是不行的。宪法中说的，由联邦政府保证加入美国的每一个州都必须是共和政体。那什么叫共和政体？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就是有民意代表这个叫执行公共管理，然后呢都要有一个任期你要有一个宪法规定本州人民的基本权利无论票数多少都不得侵犯这就是共和政体的意思。另外除此之外呢，联邦政府还必须确保各州免遭入侵那么在州议会提出申请，或者说州议会开不了会由这个州长提出申请的时候呢，联邦政府要出面保卫该州免遭国内的暴力。对不起这里头呢宪法所规定的这个意思它里头有一个这英文叫做 caveat 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的争议点，就是说它里头就是说各州要求，如果各州不要求那怎么办？大家知道在田纳西州田纳西州州长说我要求，虽然孟菲斯可能不愿意可是田纳西的州长说我愿意，这就符合了宪法刚才说的第4部的第4款。那么川普派国民警卫队进去把孟菲斯搞定，那肯定是没问题。现在有问题的是俄勒冈州和伊利诺州，它都是叫做兰州的州长兰州的议会他就不会要求你硬派兵去，行不行呢？现在问题是说如果地方政府他放弃执法，那你怎么办？或者他放弃他的责任，那么你还要按照宪法的规定说一定要说州长同意才行吗？这就涉及最高法院是否灵活判案，按这个法律的本来的意思去做了这当然也是最高法院的工作嘛，对吧？因为它就是叫做解释宪法因为宪法4500个字不可能涵盖天下所有的事情。好，那么宪法在深化出美国不同的法律比如说一个这个美国联邦法典叫做第10部12406条款，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美国遭到外国入侵，或者有被外国入侵的这么一个威胁，或者说呢发生对美国联邦政府权力的叛乱 rebellion 或者存在叛乱的危险，或者美国总统无法凭正常的执法力量来执行美国的法律的话，那么总统可以派兵。大家听到这2个2跟3几乎都成立对川普来说。第2是存在对美国联邦政府权力的叛乱第3是总统没有办法用正常执法力量来执行法律，对吧？当然了，第2点可能还有所争议你说现在到底有叛乱没叛乱那2个城市，但不管怎么说，第3个是成立的，对不对？总统已经没有办法靠 ICE 来保卫自己了，那么就靠这个国民警卫队来保护 ICE， 它就成立所以在这一点是完全符合法律的。那么然后呢，再往下就是我们看下面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能够挡得住呢？
啊，刚才那个法官怎么挡得住？那个 Amagat 怎么挡得住？因为这个治安维持法哈，我们都给大家讲，美国在1878年通过了一个治安维持法，原则上禁止在国内正常安全执法中动用联邦军队，如空军、陆军、这个海军陆战队，也包括说这个国民警卫队哈，也就是说，他要避免军队扮演警察的角色，就因为这个，他挡住他了。那川普说：“哎，我保护我的 ICE 都不可以吗？”他说也不可以，为什么呢？他说：“你看，你保卫你 ICE 的人跑进来干了些什么事呢？做了逮捕啊、驱散呐，还有什么控制人群呐，这都是警察做的事情。所以呢，因为有刚才说的这个叫做治安维持法，所以警察做的事情你都不可以做。开玩笑啊，人家进来保护 ICE， 那围攻 ICE 一大堆人，他能够不驱散、不逮捕吗？不控制人群吗？这真的是我因为我评论的强人所难哈，就是完全是。”就是抠字眼哈，因为他做的跟警察一样，而这个治安维持法说你不能充当警察，因此就判你违法，你就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好，川普说了，那好吧，啊，就算你说的对，那我可以援引这个美国还有一个法律哈，1807年的叫叛乱法。叛乱法就是当出现外国入侵或威胁入侵，国内叛乱或有叛乱危险。第三，某州拒绝执行或者无法执行联邦法律，保卫宪法权利的时候，我可以出兵。那现在不是整整好目前这个情况吗？各州在放弃职守啊，他不抓非法移民，他不许联邦的叫做边境特工来抓捕非法移民，那这不是叫做蓄意对抗联邦政府吗？啊，这叫做无法执行联邦法律。所以这个事情，川普说的对不对？非常非常对。大家知道哈，当年呢，1960年代美国开始这个叫做民权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废掉了一个国会做主哈，联邦政府做主，废掉了种族隔离，黑人可以去白人学校。当时呢，在阿肯色州的一个小石城哈，这个大学里头呢，就是根据联邦国会通过的法律，黑人学生就可以进到白人学校去。当然，阿肯色州本州的州长啊，都不同意嘛。结果8个学生要进去，这个Forrest Gump 哈，那个电影里头也有演到。结果呢，阿肯色州的州长就调集阿肯色州的国民警卫队，哎，就去挡，在校门口挡着，黑人一律不许进来啊，拿着枪挡着。结果呢，那个时候干了什么事儿哈？那个时候呢，这个约翰逊总统就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哈？他呢就把这个阿肯色州的叫做国民警卫队啊，就是这个州长啊，不是约翰逊说错了，艾森豪威尔，把这个阿肯色州州长手里的国民警卫队把它联邦化，就是跟川普现在把加州这个国民警卫队联邦化一样的事情，归我了哈。所以呢，然后不仅这个国民警卫队还不够，再派进101空降师啊，在这个大学门口把这8个这个黑人学生送进去。这就是在57年发生的这个事情哈。那在1962年呢，在密西比大学是同样的事情啊，当时也是一个黑人学生要进到白人学校，那个时候也是被阻挡哈，密西西比州政府阻挡，结果肯尼迪总统呢也是送美国法警哈，派出美国法警500多美国法警和这个其他的联邦的这个陆军啊派进去恢复秩序。所以呢，就是州这一级不执法或者对抗联邦法律，那联邦开始动用军队，这就是反叛乱法的意思。听起来不是很合理吗？你知道这个法官怎么针对这一点呢？他说 Oregon 跟芝加哥没那么严重啊，没那么严重。所以这话说出来把一个人气死。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伊兰马斯克。伊兰马斯克说，如果一个地方法官啊，就根据他个人的意见，他可以挡住总统，那三权分立中的行政权还有吗？你等于一个地方法官可以分分钟废掉总统哎。所以呢，就是这个法官呢，这个法官他自己认为没那么严重，那总统就做不了啊。所以呢，但这个法官很有意思啊。这个法官呢是这个川普当年任命的，第一任任命的，所以川普第一任任命了很多这个叫做让他后来这气昏掉的这样的官员或者说法官哈。但也没办法，他当时赢得白宫之后，他谁都不认识，他只好听人家的建议。这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那个 Federalist Society 哈，叫做联邦党人学会这个推荐的哈，所以他后来把那个联邦党人学会的那个总统那个主席吧，也是痛骂他哈，所以呢，就是净给我推荐一些不三不四的这个人哈，当然不好用，好吧？所以这件事情呢，一定会上诉哈。在上诉法院就可能会翻过来，如果上诉法院翻不过来，到最高法院呢，我认为大概率事件也会翻过来
好，这是好。话说到这里呢，我们要来说最高法院的最高测验了，什么情况哈？大家知道现在哈，最高法院在昨天回来，那么在这之前干什么？3个月不看案子，不审案子哈，就是他们不叫休假，是他们不开庭。因为他们需要这个3个月去消化，看着手中的卷宗啊，要来看来看去的哈，这些案子怎么判，到时候才来判，不能够临到头来哈，每天都没有时间去看。所以呢，最高法院每年到6月份、7月初就休庭啊，然后到呢就10月初，就现在昨天这个时间呢，就跑回来继续来上班，继续来开庭，是这个概念。所以呢，他回来之后，哇，简直不就叫一头包啊！他面前是如山一样的，叫做超级大案，这里头涉及驱逐非法移民啊，在那个什么地方，弗吉尼亚有个马里兰有个人，怎么也驱逐不掉，非法移民的驱逐啊，联邦的预算的砍减，你没有国会通过，你还能砍那些预算吗？还有把这个，你不管把哪个部门的政府雇员砍掉，都会被告上法院。那最后争来争去争不出结果来，还是递到最高法院。还有就是说，叫做军队里的变性人能不能服役啊，也是被告到最高法院。还有就是说，老百姓啊，就是小孩子未成年呐、能不能自己这个变性啊？那么然后就是做这个所谓的矫正治疗啊，也是告到最高法院。还有是公立学校啊，跨性别能够参加公立学校的什么样的体育运动队伍，还是一个都不可以去，也被告上最高法院。那还包括说，当然选举的这个重新划选区也被告到最高法院等等之类的，甚至于跟大家讲，甚至于包括已经立了几十年的案子。在学校的祈祷权和同性婚姻是否合法，这一届最高法院都可能重新去看它啊，重新去审查过，就像罗素韦德案一样的。如果那2个翻转的话，那就是美国又是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没有讲到的哈，叫做大家都在关注的11月就要判的万国关税案，川普谈了几十国的关税，好嘛，这个联邦贸易法案说违法，那现在怎么办呢？告到最高法院11月去审。还包括说这个川普手下的诸多的像 FTA 啊、联邦贸易委员会啊，甚至包括联邦储备局等等之类的这些个历史上的独立机构的官员，总统是否可以干掉，可以罢免啊？这都以前都是不能罢免的哈。再加上我们说的送军队到各个城市去，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最高法院面前都是如山一样的这样的案子，都是非常非常关乎美国下面几年川普的政策到底能走得动还是走不动的一个考试哈。所以这就是川普面临的最高考验，也是最高法院给自己的最高测验，也是这个美国的一个它的宪政是否能够应对当前这个250多年前国父完全没有办法预见的当前的情形，这个宪法够不够用等于是这么个考验。好，那么最新的一个数据，2个数据很有意思，跟大家讲一下斯坦福大学呢有一个教授叫做 Adam Bonica， 他做了一个统计统计是在5月跟6月2个月期间，大家知道川普的政策出一桩被告一桩到法院，出一桩被告一桩到法院。联邦地方法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Amagat 那样的法官，叫做 Federal District Judge， 在94%的以这么高的比例判川普输 ，OK。然后呢，川普再把它上诉到这个最高法院去当然中间这个叫做什么来着？那个上诉法院我就不提了，到最高法院去。最高法院呢，因为每个案子都要审好久但最高法院就做了一个临时判决。这个临时判决就是说，川普的政策还是可以往前走。那直到我们最后正式判下来怎么样？最高法院翻转了地方法院90%的判决，也就地方法院94%判川普输，最高法院翻转他们90%的判决，这就是目前的情形。OK， 所以基本上现在是放马让川普跑，直到他从昨天来了之后，从现在到明年6月份的一系列的裁决下来，才能最终定案。那么他90%翻转地方法院呢，其实把各地的地方法院呢，很多地方法院的法官气得要死，就等于说我们做什么都不成立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但是呢，他用什么理由呢？你知道吧？基本上没有给理由，就是翻转，什么理由都没给。也就是说呢，最高法院的意思就是说，临时判决做了再说那先让总统可以做他的事情。那现在是再说的时候，从昨天开始最高法院再重新去听证、这个取证等等之类，再做最后的判决。所以呢，这就是最高法院目前也是受到最大的批评，就是你6个保守派法官
啊，你90%的案子去对川普有利，那你是不是不公平？你是不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最高法院？那最高法院其中的一个大法官叫做贝雷特嘛，对吧？那个女性啊，她就最近跑出来说，她说我们穿的衣服大家记住哈，我们穿的不是红色的袍子，也不是蓝色的袍子，我们穿的是黑色的袍子。那意思是说，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必须是叫非党派的。好，我们呢只是想把案子判对，我们没有想说要为川普团队叫做什么为他打工哈，这么个情况。对不起。所以呢，这个案子真的是哈，对宪法的考验，对最高法院的考验，也是对美国的考验，这就是目前的情形。那老百姓怎么看最高法院？你能估得出来吗？现在哈，这个福克斯做了个民调，但福克斯的民调，说实话，川普，我前天跟大家说了哈，川普痛骂福克斯民调，他基本上跟那个叫做一般的叫做 legacy media 哈，过气媒体的民调品质差不多的。基本上是一个不太准确的哈，是比较偏左的一个民调结果，只能说参考看看哈。有的时候你做一个相对看，就以前同一个事情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它的变化那可能有价值。那一个最新的福克斯民调说呢，47%的选民认同最高法院做的事情。你说只有47哎，那太少了，一半都不到。但是呢，它跟去年比是提高了9个百分点，去年只有38%，就这么个情形哈。好，那所以呢，这就是目前的情况，我们就看最高法院往下怎么样了。几乎每个月都会有非常惊人的判决出来。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哈，叫做同性婚姻合法化。今天在美国哈，从加州开始掀起的同性婚姻合法，在美国已经是全国都已经是谁都挡不住了。还有就是在学校不可以祈祷啊，因为呢政教要分离，所以在学校不能祈祷。美国历史上100-200年呐，学校上课，公立学校上课，第一件事情就祈祷。祈祷完了再上课，这现在是非法的。看你比利温最高法院的判例啊。那么现在这一届最高法院都可能去翻转这两个事情。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川普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啊，最高法院会怎么判之外，加上这两个都可能重新去这个重新审视过，这就跟当年的这个罗素韦德案、堕胎案是一样的。所以呢，目前真的是美国出现一个巨变的一个时期啊，最高法院、宪法都面临巨大的考验。好吧，下面还有几个大的话题呢，我就没法跟大家说了啊，时间太长了。很快说一下，就是说，一个是这个日本首相啊，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啊，高市上任之后，引发昨天日本股市大涨，涨到将近5个百分点呢。所以高市效应确实非常强大啊。这个人呢，确实非常专业、非常认真，做事情、做工作非常非常认真。所以呢，当上这个首相之后，我看各方面都很认同，川普是高度认同啊，大大的褒奖他，所以他有 tremendous amount of wisdom and strength 啊，对，所以呢，那高市会带动日本这方面往下会怎么样？明天找时间再跟大家说好了，好吧？另外呢 ，FCC 本月可能再次升级它的禁令，让这个被禁的中企特别是一些电讯设备的中企，在美国面临更多的一个阻碍。还有就是 ICE 抓了一个纽约的一个侨领啊，就这么个事情啊，纽约的一个叫做什么妇女联合会的一个亲共侨领被抓了，因为他没有身份。大家知道，在美国没有身份的人呢，常常可以做很久，甚至很活跃，包括我们说的那个爱荷华州德莫伊的这个独立学区的学区总监都是没身份的。没身份的人会被抓，一定会被抓吗？什么样的没身份的人会被抓？被抓的原因是什么？哎，只能说我明天再找时间跟大家说吧。啊，今天因为这个时间有点长哈，来不及。好，另外呢，再给大家说几句这个叫做还有这个叫做 AMD 怎么追赶英伟达的哈，这个消息今天我准备好了，也是时间太长就不说了。另外很快跟大家说一下一句话这个新闻，川普发推说物价没涨，看清楚没有？物价没有涨啊。在讲的就是美国这个劳工统计局的最新的数据哈，物价真的没有涨。我们都知道哈，随着关税上涨，川普说关税收到更多，物价没有涨。大家都在看啊，关税是否会引发物价上涨？会引发一些，以我了解的情况，真的会哈。但是关键是否影响到整个物价的大局？最后全部统计下来的话，那么会引发物价上涨吗？川普说不会。另外呢，川普也刚刚见过巴西总统，大家知道川普给巴西打的关税是多少来着？50%，对不对？非常严厉哈。但是他见了巴西，不是通了话，跟巴西总统卢拉谈了，但是只谈了经贸问题，其他都没有谈。总而言之吧，川普是又来刚的又来软的哈。另外就是说，乌克兰现在在争取美国的战斧导弹，川普在问说你到底想拿它干什么？但是如果这个乌克兰拿到美国的战斧导弹是2500英里的一个
打击的一个叫做直径哈。结果是什么哈？结果会有这个俄罗斯1700多个叫做军备目标、军事目标都在战斧导弹的这个涵盖之下。所以呢，今天下午呢，这个远方对话哈，远方对话，方伟会跟唐俊远先生一起来谈一些关于中国跟美国的话题哈，其中一个就是关于乌克兰的战斧导弹背后的诸多的考量，以及说俄乌战争目前到底情况怎么样，背后其实就是美中的角力哈。那美中现在关系到底就是如何呢？今天下午方伟跟唐俊远先生会跟大家做报告，好吧？远方对话，喜欢远方对话的观众朋友啊，就是记得不要错过这个节目。怎么不错过呢？非常非常简单啊，只要订阅这个我们的频道，同时呢打开小铃铛就可以了。好，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喜欢方伟节目的人呢，走之前记得能够点赞啊，然后这个转发给更多的朋友，好吧？最后给大家嘱咐一下，红海参已经都到了，大家要这个利用要受益的话呢，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好吧？点击的链接就在下面哈，方伟是这个优惠码。好的 ，OK， 那就这样喽，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午再见喽，拜拜。